与我们今天的关于世界地球日公益讲座系列的第一个专题。然后这个专题它很特别，它是结合了我们现在气候和性别两个非常重要的可持续发展议题。这一次是以性别视角、气候公正转型，与各位观众还有我们的专家代表一同探讨当下可持续发展，尤其在商业实践领域的一些启示。那么本日呢，今天还是回到这个讲座系列本身，就是趁着这个机会，也是首场的这个讲座，想讲述一下为什么我们选择了世界地球日这一个契机。其实有两个非常简单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世界地球日其实发起于1970年的4月22日，所以今年2025年是迎来它的55周年。那2025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是尤其是联合国提出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10周年，也是我们联合国全球气候组织成立的25周年。距离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还剩下5年的时间。后续我们的嘉宾也会讲述这个2025年对于性别议题这个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那气候变化这个议题呢，恰恰也是这些重要的历史时期都有其身影。也是各位从事可持续发展环境领域工作关注的一个焦点之一。那第二个简单的原因呢，就是随着我们对气候变化认识的加深，我们发现其实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它更是涉及一个像环境、法律、产业转型、公平、国际关系等等综合的一个议题。所以，假设我们在反观性别这个议题本身，其实它的重要程度远远就是不亚于这个气候变化，甚至在某些方面会比气候变化更加重要一些。而且，就是性别这个议题也具有多个议题的对话的能力，比方说它也是职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像这样的议题，我们有非常多哈。因此呢，如果您还没有注意到我们接下来即将举行的针对像生物多样性啊、农业、水资源等等的主题讲座，我们非常强烈建议您也参与进来，肯定会对气候变化这个话题有更深刻的一个认识和体会。那在本次的气候与性别的可持续发展主题讲座之中呢，我们主要会去回应目标5性别平等和目标13气候行动。您通过这个讲座呢，主要会去了解到，首先是两个议题它的一个关联影响、发展趋势，还有行动的建议。第二呢，就是他们的一个共同或者有差异的挑战或者机遇。除此之外，就是企业跟金融机构如何发挥自己的角色。那商业实践又是如何开展他们的工作，产生哪一些影响？最后呢，作为支持企业可持续发展工作的联合国全球企业组织 UNGC，我们也乐于与各位分享现在可以使用的一些资源和机会。为此呢，我们非常有幸今天邀请到3位的专家和代表，他们以不一样的工作和经验去介绍性别视角的气候公正转型到底是什么。那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瑶院长，其次是苏珊安诺亚洲区可持续发展品牌与传播负责人苏雨洁女士，以及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在华联络办公室性别与多元平等包容项目专员刘奔女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本场的一个专家讲座，这是我们第一个议程，也请王瑶院长为我们介绍。那在引出王瑶院长之前呢，我首先介绍一下王瑶院长呢，目前是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的院长。那他目前也在中国金融学会、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多个财经研究院、多边银行以及国际组织都担任了专家的身份和重要的角色，在绿色经济、可持续金融、绿色金融都有非常深厚的一个经验和行业的成果。他今天主要是会基于中央财经大学以及过往的一些研究工作，向我们去介绍性别视角的气候经济机遇以及女性如何参与绿色经济。那王院长有请，我这边先结束分享。好，谢谢大家，也很高兴接受联合国全球企业组织就是 UNGC 的邀请那么来参加这次公益讲座。那非常感谢王耀院长，那先请您介绍一下我们中财大绿金院的一些主要的工作吧。
好的。我们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呢，其实在性别金融这个方面呢，是3年前我们跟联合国妇女署以及包括 FC 就是国际金融公司展开了相关的研究的工作，也出了一些相应的这个研究报告。那么我们现在还在持续的跟联合国妇女署这边呢，就围绕着这个金融和这个气候变化，怎么样去推动整个从金融支持女性的这种可持续发展，然后包括在气候变化的这个领域呢，怎么样能够发挥女性的相关的这个作用。那同时呢，我们也在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下面呢，在去年的时候设立了一个新的工作组，这个工作组就是金融支持女性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工作组里面呢，我们也设立了5个研究的议题。那么其中第一个呢，就是怎么样充分的发挥大企业中他们的这个女性领导者的领导力，就是把女性领导力和 ESG 也结合起来去开展相关的这个研究。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怎么样去支持女性中小企业主，他们能够更好的获得资金的支持，这是第2个。那第3个呢，就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乡村振兴战略之下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农户、农村啊，还有这个农村妇女，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的这个支持，然后推动他们能够为他们的提高生活质量能够做出努力。然后第4呢，就因为女性在消费方面呢，它事实上是影响了将近80%的这个消费的决策，所以如果我们要推动绿色消费的话呢，我们想把这个怎么样去推动女性的绿色消费力来去做一个研究。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女性加养老，因为其实我们一个家庭的养老的决策也绝大多数是来自于我们家庭的这个女性，而女性自身呢，本身呢，未来也会对这个养老的这个议题呢，跟女性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把女性加养老也作为一个研究的方向，所以这是目前呢，我们在推动和联合国妇女署和 FC 以及我们在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下面呢，目前所做的事情。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想去设立一个叫 Fisher 的 program， 就是一个项目 Sustainable Finance for Her。这个计划呢，我们正在设计之中，所以我也非常希望能够对这个 Sustainable Finance for Her 这个来感兴趣的同事们呢、朋友们呢，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计划之中。那么我们也非常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呢，不仅是从研究，更多的是通过组织一些活动，能够撬动更多的金融资源，去支持到女性的可持续发展，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培训啊、能力建设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工作，也是在这里哈，正好借这个平台这个机会呢，也这个向大家发出相关的这个邀请。谢谢这个简单但是有综合的介绍。那我们就看看，您其实提到非常多，有女性跟养老、女性跟乡村、女性又跟企业主。那我们今天其实特别想知道，到底气候变化跟性别这两个议题啊，目前都有哪一些关联的表现？有哪些事实或者数据是大家可能需要重视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气候变化呢，跟性别平等呢，在我们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存在非常密切的关联。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是这个目标5，一个是目标13。那么这种关系呢，事实上不仅在政策设计中已经被逐渐认识到，也在气候风险的承受啊，还有资源分配与社会参与等多个层面呢，具体能够体现出来。所以它两者之间的关系呢，应该说具有双重的特性。一方面呢，女性在许多国家中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她面临更高的脆弱性。另外一个方面呢，女性也在气候适应与绿色转型过程中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事实上，FC 曾经有做过相关的研究报告哈，它也给出了数据，就是发现呢，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的过程之中呢，女性确实在这个其中是占据了更主要的一个更主要的一个群体。那么从这个风险暴露的角度来看呢，女性特别是在低收入或者说农村地区，往往呢承担着与自然资源密切相关的工作，比如说像农业啊、取水啊、家庭照护啊等等，这使得她们可能更直接的暴露在干旱、还有洪涝等等极端天气的事件之下。同时呢，女性在土地所有权啊，还有信贷的获取、灾害信息的接收和政策表达方面呢，其实普遍是处于劣势
的，这导致他们其实在面对气候风险时缺乏足够的适应的资源。但是与此同时呢，也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践表明呢，女性她并不仅仅只是脆弱群体，就像刚才我说的 FC 的这个研究哈，她们其实也是这个社区气候韧性的一个重要的建设者。不管是在可持续资源的管理啊，还有基层组织的动员呢，还是在推动清洁能源普及和低碳生活方式方面呢，女性呢都可以发挥关键的作用。你比如说像尼泊尔的 Empower Generation 这个项目，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这个项目呢，通过提供太阳能产品销售的培训和小额贷款，来赋能女性呢成为清洁能源的企业家。这不仅可以提高社区的它的能源可及性，也改善了女性的经济独立性和社会地位。此外呢，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联合国妇女署一起呢，与青海省政府合作，为农村女性提供气候智慧型的农业以及如何保持作物的多样性的这样的培训。那这些项目呢，也惠及到了青海省7万多名农村女性，许多这个女性农民呢，成为所在社区的领导者。也推动了粮食生产实现了增收，也提高了抵御冲击的能力。但是呢，我们也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全球的气候投融资的体系之中呢，这样的性别的差异没有被充分的反映。那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显示，哈，全球用于气候应对的官方发展资金中呢，仅仅只有大概0.01%的这样的资金呢，是专门来支持以性别平等和气候目标为双重核心的这样的项目。那这样的比例呢，表明我们当前的资金流向依然是没有能够系统的考虑不同性别群体在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和需求的。就此呢，我也举两个实际的例子哈。第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从政策层面的进展的体现来看呢，那么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也就是 UNFCCC 它的秘书处2023年发布了一个数据，就是说现在超过85%的缔约方在它最新的国家自主贡献，就是 NDC 目标中。就提到了性别的内容，有93%的国家适应的计划，也纳入了性别的视角。这说明呢，我们全球气候政策呢正在逐步制度化的纳入性别的因素，为未来我们这个执行层面的嵌入性别的视角呢是提供了可能的。那第二个例子就是多边开发机构的实践，就像世界银行的气候投资基金，这个基金呢专门设有性别政策的框架，推动在气候项目中识别和评估性别影响，并且呢在多个国家的能源啊、交通啊、林业啊等等领域项目中呢来嵌入性别平等的目标。所以以上这些实践呢表明，其实我们在投资逻辑中是可以加入性别维度的，也有助于提升我们项目的社会接受度和长期可持续性。只不过它的覆盖面呢还不够那么的广，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所以，综上最后一句来总结您这个问题哈，就说我们气候变化和性别之间的关联呢，既体现在风险分布的不平等，也体现在我们应对能力啊，还有这个制度参与中的一些差距。那么，系统性的纳入性别视角呢，不仅是可以有助于提升气候政策和资金配置的包容性，也能够释放女性呢在气候治理中她还没有被充分调动的潜力。非常感谢哦。其实我们经常讲转型、转型，产业转型，金融业转型，我们也想知道，就是气候公正转型跟性别的这个关系是如何的？可否请您也从像金融创新呀、政策创新，刚刚您也讲到，还有产业创新的角度来谈谈为什么我们需要现在重视这个性别视角的公正转型，以及说目前这个转型过程有哪一些挑战和机遇？确实啊，在当前我们这个气候议程快速推进的背景之下呢，我们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转型它不仅能够依靠技术路线图或者说经济激励措施，其实更重要的是呢，它能否在这个过程之中体现出公平、包容和长期的制度韧性。所以说，我们其实在推动转型的过程中，just transition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那如果说我们第一阶段的气候行动关注的是如何回应全球变暖啊，减少碳排放啊，那么在接下来的阶段呢，可能更需要回答的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们是否真正为不同群体来创造了平等的参与条件？所以呢，性别视角的引入呢，不应该只是说一个补充说明，而是应该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
基础的要素。这个呢，不仅关乎公平，也直接关系到我们政策的时效性和制度安排的可持续性。那刚才您提到说从几个层面哈，那我们从金融层面来看呢，当前我们这个转型金融正在重塑资本流动的逻辑，因为我们现在以人民银行牵头，在大力推动我们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的这个转型金融的实践。那不管是用于支持产业升级的转型信贷，比如说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还是服务于长期目标的债务工具，比如说我们的转型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这些，他们其实共同承担着像引导资源还有调节预期的这些功能。但是呢，如果说这些金融工具在设计的时候，它没有考虑性别群体在资本获取信用记录风险承担能力上的差异，那么可能就很容易复制甚至放大这种既有的结构性的不平等。所以近些年来呢，一些国际的发展机构呢，已经在项目评估和资金分配中引入性别导向的指标，比如说关注资金的最终受益人群体的构成、项目治理架构中女性的参与程度等等。那这类实践呢，其实提醒我们，真正具备包容性的金融安排，应该在这个机制上就具备识别的差异，还有调节不均的这个能力。那么政策工具这个方面呢，就更加基础。那我们公正转型的实现呢，其实很大程度上呢，依赖于我们制度层面对不同群体利益的识别和回应。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即使政策文本中提到了性别平等的目标，但在落实过程之中呢，仍然会因为缺乏具体的路径还有执行的机制停留在象征性的表述方面。那一些国家呢，在实践中其实还是探索了比较系统的做法的哈，比如说将性别影响评估纳入到财政预算前置的程序，或者呢将公共投资项目与社会绩效挂钩，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的评估的机制。那这些尝试呢，也说明了只有当性别视角被写入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底层的逻辑，而非仅仅是说作为项目层面的一个附加条件，转型的包容性呢，才具有实践的意义。那从产业结构的重塑的这个方面来看转型进程呢带来的不仅仅是能源和技术的更替，它更加呢是一整套的就业体系社会角色教育培训内容的更新。所以这其中呢，既包括风险，也蕴藏了机会。那某些新兴产业的灵活性还有非线性的特征，它客观上呢可以为更多的群体，尤其是女性呢，提供了进入的这个路径。那远程的协作技术导向的创业模式呢，目前也在打破原有的这个职场上的边界。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许多面向未来的新岗位仍然延续了旧有的性别分工，比如说在技术研发重装备制造等等领域，女性参与度依然是很低的。那这个方面呢，当然源于我们技术和技能培训体系的长期积累的这个差异。另外一方面呢，也反映出我们产业政策在性别平衡方面呢，还没有建立比较有效的这个引导机制。因此呢，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包容性增长，需要在产业激励分配创业生态的这个营造等等方面呢，来强化对性别差异的识别和回应。所以总的来看我们目前呢处在一个极具窗口性的一个历史阶段公正转型呢也正在成为我们各国应对气候危机与社会不平等的一个共同的议题，而性别呢是这一议题中最基础也是最具张力的一个维度之一。我们不应该将性别平等的视作主流议题的一个装饰，而是要认识到它本身就是衡量一个政策体系是否具有这个可持续性和伦理基础的一个重要的标尺。那么从金融设计到政策执行，再到产业结构到人才路径，唯有将这个性别视角内化于整个这个转型体系之中呢，我们才能真正构建起一种更具有复原力、稳定性和包容性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路径。非常感谢王院长的一个介绍。我们也想知道金融领域，从无论是企业主体也好，还是金融机构也好，我们想知道，因为在座其实我们的参会者，还有我们现在与会的代表也是来自于企业主体。我们想知道，就企业主体本身，它是如何去识别或者利用好这种性别友好的金融工具，然后作为金融机构本身，他们又怎么就是承担怎样的使命去开发更好的这种金融的工具和资源？好的，当我们讨论性别友好的金融工具的时候呢，其实核心不是在于女性这个身份的标签，而是在于呢金融产品它是否能够识别出
不同性别在经济活动中的具体的角色、需求还有障碍。那企业呢和金融机构作为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还有资源配置的关键节点呢，在推动性别平等和包容性发展方面，它其实是具有天然的杠杆作用的。关键是呢，我们是否真正改变了识别风险和识别产品的方式，是否把这个性别视角纳入到了我们理解市场和服务客户的这个底层逻辑上。那对于企业来说呢，怎么样更好的去识别和利用性别友好的金融工具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首先呢，它需要去突破一种惯性思维，也就是说，认为性别平等它是一个外部的社会责任，而不是企业战略的一部分。那实际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还有案例已经表明，性别多样性的提升呢，不仅可以有助于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也有助于呢我们拓展产品创新和市场适应的能力。假如说企业能够将性别指标纳入到自身的，比如 ESG 的这个管理体系之中，比如定期去披露性别相关的数据设定女性高管的比例或者说性别薪酬的这个差距的缩小这些目标。那么这个呢，就不仅会有助于企业获取具备性别筛选机制的可持续金融工具的支持，也能够提升在投资者和消费者中的认可度。那么此外呢，企业作为金融产品的使用方和投资的对象，那也有责任推动金融产品本身更加性别敏感，就是比如说在融资过程中主动去披露员工的性别结构、供应链中女性的参与率，或者说提出具体的性别影响的目标。那这个其实都是激发金融机构去设计更具包容性的产品的关键推动力。简单来说呢，就是企业要想获得性别友好的金融支持，首先需要在内部建立愿意被识别、被评估和被激励的这个基础条件。而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呢，开发真正具有性别敏感性的这个产品与评估工具呢，核心呢在于信息结构和风险认知的改变。那么我们传统金融的风险识别和信用评估体系往往是基于对于大企业重资产男性主导的这样的项目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种标准模型，这就天然的将一部分经营的这种模式还是比较灵活的主体呢排除在外。尤其是女性主导的这个小微企业或者创业的这些项目，那因此呢，要打破这种局限的金融机构呢，首先呢是需要在数据侧呢进行重构，来采集更细致的性别分层的数据，补充非传统信用的这个信息。这样的数据库呢，才能够为评估模型的提供多样性的输入，也才能捕捉到那些被传统指标忽视的一些潜在的价值。我在跟金融机构做交流的时候，我经常会给他们讲一个就 IFC 其实研究的一个案例，就是从这个 IFC 做了大量的这种调查研究，发现了其实中小企业主的这个不良率就是女性中小企业主的不良率是要大大低于一般这个中小企业的不良率的。这个其实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去来说明呢，如果说我们在评判这个信用风险的时候，将性别的视角作为一个因素去考虑进去的话，可能能够更加精准去来判断出这个信用风险。那么当然，第二个呢，就是说在产品设计逻辑上呢，也是需要有转变的。对于金融机构来说，目前呢，国际上一些机构已经开始尝试像性别智能型的金融产品例如女性创业的专项贷款、面向女性客户的绿色消费信贷，还有兼顾家庭责任的灵活还款机制等等。那这些产品呢，并非贴标签式的服务某一类客户，而是呢基于对性别角色在经济与家庭中实际分工的这个理解，来进行一个制度化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所谓性别友好型的产品，它并不是一个额外的设计负担，而是一种市场响应机制的升级。最后呢，在这个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在评估工具方面呢，也需要跳出传统的财务回报的模型，尝试将社会影响也纳入到我们综合评估的框架之中。就以性别为例，我们评估一个项目是否具备长期可持续性，我们不仅要看它短期的利润，还要考虑它是否推动了性别机会的拓展，是否提升了女性在经济体系中的能动性和稳定性。那么一些多边机构呢，也正在推进性别标尺，或者说是性别绩效评估的工具，尝试呢以更清晰的结构化的指标来引导资金流向更具有包容性的方向。所以从长远来看呢，我们企业
和金融机构在这方面的互动关系呢，将会不断的强化。企业也只有更主动的释放其性别绩效的信号，金融机构才有可能识别和定价这些价值。金融机构呢，如果能提供更具响应力的工具和服务呢，也将激励企业呢从被动的合规走向主动的治理。两者之间呢，这种动态的循环呢，应该说正是推动我们市场朝向更加公平啊、有效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的重要的动力。非常感谢王院长。其实你讲到非常多企业的行动，还有很多各界人员的一个行动的方向啊。企业要做数据，要做管理，然后要做一个战略的转型，对市场机遇的一个精准的把控。那最后再请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可否请您分享一下我们近期国际和国内都有哪一些热议的话题？那我们现在站在2025年的开始，我们有哪一些需要关注的一些趋势呢？就是25年呢，事实上是一个承前启后意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哈。许多跟性别还有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重要议题呢，会在这一年进一步的深化。那么放眼全球，我们围绕着像气候治理、可持续金融、企业披露规范，还有性别主流化机制建设的这些讨论呢，仍然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焦点。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怎么样将性别议题从社会责任边缘进入到政策设计和市场治理的这个主流体系呢，会成为各方持续关注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而且今年呢，也恰逢我们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30周年。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全球性别的议题的回顾与再出发呢，已经成为我们政策还有多边机制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在今年全国两会记者会上呢，外交部长王毅呢也宣布，中国将于下半年在北京再次召开全球妇女峰会，所以进一步推动国际合作与共识，来赋能我们的妇女发展。所以在2024年的时候呢，可持续发展中的女性力量辩会呢，在联合国大会的这个蓝区，中国角也已经举办了，也为我们后续多边倡议提供了很好的一些议程的基础。那么，尤其是在如何落实巴黎协定目标的后半程中呢，也可以引入更加公平、更具包容性的一些制度的安排。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性别和气候交叉的议题呢，也会受到持续的关注。特别是在融资啊、公正转型啊、绿色就业等等领域的一些实践的落地。那么从这个规范建设来看哈，我们这个去年12月，这个财政部呢联合9部委发布了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的基本准则。那么这个里面呢，它也会有性别视角，在这个规范化的过程中，怎么样去被识别、量化，还有执行，我想呢也会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察点。那么当然，在研究与实践层面哈，仲裁大律金院跟联合国妇女署也会在去年我们发布的报告，就是推动可持续未来我们中国性别金融的发展态势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将还会进一步的在深扎像这种私募基金啊，还有以及这跟多边开发银行啊有关的一些在跟金融领域的进一步的紧密结合的这样的相关的这个研究。所以我想呢，展望2025年呢，我们标准化、系统化，应该说是会成为我们性别与可持续议题协同推进的一个关键词。非常感谢王院长从宏观的角度、国际层面、政策层面、金融等等的这个大的背景，给我们讲述了这么多的一个内容。其实我们在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我们跟很多的企业也在一些具体点到点的一个事情上，也有很多性别相关的一些工作。后续呢，也会去做一个分享。那现在呢，我是希望想听听一下商业的领域，其实企业确实也有一些先行者，他们是将议题的性别融入到自己的气候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中。那今天我们非常有机会啊，就邀请到苏珊安诺做一个案例的分享。那我也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在全球层面，其实苏珊安诺的公司总部呢，早在2003年就加入了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巴西网络。那在去年2024年3月的时候，其实苏珊安诺的中国公司也加入了我们 UNGC 中国，成为我们近千家企业中活跃的一员啊，参与过我们过往的一些活动还有倡议。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亚洲区可持续发展以及品牌和传播的负责人苏玉洁女士。那非常感谢您的到来。感谢凯欣，邀请我们苏赞安诺，其实再一次的基于这个 UNGC 的平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议题，以及着重于这个gender equality 女性方面的一些这个经验分享吧。
然后那个王院长和刘奔也是老朋友了，对，所以今天非常的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那请我们可否听一下，像苏珊·诺她的性别议题目前是怎么管理的？她在集团的策略里面，她有哪一些位置？她在产品或者说您的金融手段等等的方面的一些表现？那在介绍我们在性别相关的一些这个 action 和 strategy 之前，我想先给大家也介绍一下数字安诺是怎么样的一个企业，以及在我们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做了哪一些努力吧。那舒达安诺其实是一个刚刚凯欣也提到，我们是一个总部位于巴西的一个磷浆酯以及生物基芯材料的这样的一个跨国企业。那么我们在中国的主营业务呢，其实是以这个商品浆为主。那其实是100%这个 to B 的一个企业。那么我们为什么叫自己是一个林业公司呢？其实，在巴西，我们是总共有着280万公顷的这样的一个林地体量。那其中170万公顷呢是我们的人工林，那么剩余的110万公顷呢其实是我们的自然林，那完全是用于这个修护和保护的。那我们也是有这个相关的零毁林承诺。那也基于这个气候变化的大框架底下呢，那包括这个比较聚焦的生物多样性的这个议题，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开展当中是息息相关的，以及我们一直认为呢，这个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这个商业核心。那也基于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庞大的林地体量以及我们所在的这个行业，所以呢，在2019年。我们制定了这个数眼万物的相关的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一共是15项。那么其中呢，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中的3个，我觉得非常和这个我们的商业密切相关，以及这个2项，一项是和这个性别相关，以及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那么第一个呢，其实是希望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在大气当中去移除4000万吨碳当量。那第二个呢，是希望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用我们的这个生物基材料去替代这个化石基材料1000万吨。第三个呢，是在2030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商业版图下面可以帮助20万人扶贫。那么当然了，在这个生物多样性方面，我们也是在这个 COP15的时候跟大家宣布了，我们希望可以在2030年之前可以连接塞拉多、亚马逊以及亚特兰大这3块生物群落，重要的巴西生物群落的50万公顷成为这个生态连廊。那么最后呢，在今天咱们讨论的这个女性议题方面，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在2030年达到我们的这个女性领导层30%的一个标准。那其实呢，今天也想要讨论一下我们具体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措施以及相关的这个推进情况。那我想也跟大家去描述一下我们的大背景。其实刚刚王院长也提到，像很多的这种重资产或者传统的产业，其实是一个男性主导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构成。那也有可能说这个30%听起来好像和其他的，比如说像很多的北欧企业的这个50%，对吧？男生女生在这个领导层当中的这个 percentage 好像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 aggressive， 或者听起来没有那么 ambitious。但其实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产业，其实普遍来说，可能女性领导力占比可能才10%出头一些。那么在我们建立这个目标的时候呢，2019年其实我们的女性领导力的占比是12%。这次也可以跟大家这个汇报一下，在我们这个刚刚出的2024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里面，我们在截止于2024年12月31号截止之前，我们其实是完成了81%的这个目标的达成，27.3%的这个比例是我们的女性领导力。那我们是怎么达到这个相关目标的呢？那第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可能相关的这个路径还是比较简单粗暴的，我们希望可以和这个金融相关的这个手段去做挂钩。所以说，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在北美市场其实是发了我们第一个的和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女性领导力的 percentage 挂钩的可持续发展挂钩债。那这样子呢，其实是不仅是我们内部需要去做相关的推动，以及其实是有了这个相关外部投资者的这么一个监管。那简单来讲，就是在我们约定的这个时间之内，如果我们没有达成我们相关的目标，我们是需要去履约进行相关赔偿的。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我们在我们的领导层当中，他们的这个浮动薪资，其实也就是他们的 bonus，是要和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这个目标所挂钩的。那么其中也包括了女性领导力的 percentage 必须要达到相关的目标。那这个其实也就是非常简单的、直接的和他自己领导层相关的利益所挂钩。那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二个做的相关的举措。那么第三个呢，其实是在我觉得这个制度方面，在企业层面呢，其实刚刚也提到，我们的这个行业里头，可能相对来说还是以男性为主导的这个行业。那么其实可能说有的这个管理层或者说管理岗位呢，其实的确也是女性方面可能是非常挑战去让她做相关的这个 function 的。那我们这边就会提供相关的，不管是从这个金融方面，或者是从这个培训方面，其实都会将有意愿的女性员工去有相关的这个扶持与支持，并且非常开放于这个相关的这个领域，让女性员工去踊跃的做尝试去做轮岗等等的一系列的。当然，这个内部是和这个 function 和这个 HR 部门一起来做联动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其实也是挑选了超过300名的女性员工进行了这样子的一个倡议。那最后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包括也是在这个，我觉得个人也是非常受益的一点，就是我们其实是开始实行了这个灵活办公制 （flexible hours）。那么我们的很多员工其实，比如说早上他是会负担起，比如说早上需要去接送小朋友等等的。那这个的 flexible hours 呢，其实也是帮助这个女性员工平衡这个家庭和工作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动态平衡吧。所以其实就想简单的，其实也是已经分享了这个我们在女性当中通过不同的方式以及手段来达到我们的相关目标。非常感谢，刚刚提到有4个抓手和工作印象深刻，一个是金融手段，一个是从它的浮动薪资 bonus 这一块，那另外还有是制度培训，还有灵活办公等等的这些相关举措去支持公司内部的性别的一个平等。那么非常感谢刚刚2位专家和代表去做一个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企业个体层面的一些工作。那我们接下来也非常希望听到像来自国际组织的一些经验其实我们也认识到就是性别议题这个跟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息息相关，所以接下来非常邀请到我们联合国全球企业组织在性别议题的代表刘奔女士。那刘奔女士呢，她是我们办公室专门是从事性别和多元包容项目的开展研究还有项目的一些专家那同时她也是跟很多个联合国机构、科研院所还有企业单位的性别议题的团队有很多广泛又深度的沟通和合作，所以在全球和中国层面呢，对于性别的议题都有多层次的这个认识。那我们就现在先邀请我们的刘奔女士去给我们去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吧。谢谢凯欣，然后也谢谢2位嘉宾的分享，大家都从政策以及企业实践的层面做了非常系统的介绍。那么我也是简单的呼应一下今天我们讨论到的这个主题，气候和性别平等的关联性和重要性。那么其实刚王院长提到的很多是从政策方面把性别作为一个视角融入进去，也提到了这个标准化和系统化在开展相关工作当中的这个重要作用。其实可能从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很关注企业作为一个相关方，作为一个个体，如何去关注性别平等这样一个视角，如何把它放在 ESG 的管理以及投资者关注的这个议题当中去作为一个维度做好体系的管理。那么其实比较生动的来说，也呼应刚刚王院长提到的不同的一些女性在气候这个议题当中受影响的一些场景其实主要也是分成2个维度。首先呢，女性作为这个世界超过50%的人口，作为这样一个重要的相关方，气候对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但是同时呢，女性也并不是仅仅是被动的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是在绿色经济当中的一个重要参与方。所以其实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是2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可能气候变化本身所带来的一些实体风险或者说是自然灾害等等，可能在个别地区是对女性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女性作为这个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的参与者，绿色经济当中其实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新的就业机会，但是女性在其中的比例还是相比于男性来说更低的。所以呢，其实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时候，在做好自己的管理和运营的时候，可以关注你所运营的社区尤其是一些可能会涉及出海以及在海外运营的一些企业，在相对
来说，自然环境和条件比较艰苦的一些社区和地区，对当地社区的一些影响。另外的话，就可能是你的项目，你所开展的项目，你所去建设的这些基础设施所在的地区，女性是否会因为您的一些活动而受到影响？另外呢，就这些都是气候风险评估当中可以考虑的一个因素。另外呢，也就是在企业的这个内部管理当中，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在这个绿色经济当中，在人才管理的方面。尤其是涉及人才管理的整个周期当中的各个阶段，也就是招聘啊、发展啊，以及人才的技能提升和转型方面，都确保我们是 leave no one behind，就是女性也不会掉队，或者说造成更大的性别差距。我们其实在2024年对 CEO 做了一个调研，那么大部分接受我们调研的这个 CEO 识别了一些关于未来企业韧性的几个关键的方面，其中就有一个方面是关于持续发展和绿色的转型过程当中对人才技能的提升和转型的一个需求，是企业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同样的，也就是在这个人才，我们怎么做好企业内部的人才管理、人才的转型，以应对我们未来的这个企业增长的一些需求的话，这个过程当中，女性也要避免可能会对它造成更大的这个性别差距。那么说到这些人才管理、培养以及应对 ESG 的投资者的需求和做好 ESG 的体系的管理，我们也是在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层面给大家提供了很多项目支持和工具。然后也就请凯欣分享的这个 PPT，我们可以到下一页，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在开展的一些相关的工作。首先呢，其实刚刚我们提到的企业运营过程当中，在外部相关方、在社区啊、消费者当中所需要面对的这些女性，以及我们在内部，也就是员工当中。所涉及的这个性别议题，其实是有很广泛的女性的群体，所以我们是有一个方法论和主要的原则倡导，叫做父权与妇女原则。我们基于这个原则呢，也开发了一系列的帮助企业去进行自我评估的量化工具。刚刚王院长也提到这个标准化的问题，我们也是建立了一套量化指标体系，帮助企业去评估自己内部外部对各个相关方当中的性别平等是不是有把它作为一个视角融入我们这种体系性的管理当中，以及做的怎么样，是每个企业都能够对这个自我评估得到一个评估结果的。那么基于这个评估结果呢，我们就是在开展这样一个能力建设项目，叫做性别平等目标企业加速器。那么其实刚刚看到舒赞安诺也是在24年参加了我们的这个项目的学习。这个项目呢，基于我们提到的这个方法论，也是会搭配非常多的这个全球以及国内的专家讲学、工作坊、线上线下的活动，以及在线的一些课程和工具包，来给大家提供能力建设的支持，去支持大家了解如何将性别视角融入我们的人才战略、政策制定以及评估和披露。那么2025年的项目呢，也正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在前几天我们刚刚结束了2024期的项目，所以欢迎大家关注。另外的话，到下一页，我们其实也还有其他的一些能力建设的支持。我们非常注重的是一个像刚刚提到的2025年这个时间节点当中，以及我们目前的一个政策发展趋势当中提到的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这个议题。我们想要在这个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通过的30周年之际呢，加强这个区域的对话，关于中日韩的企业共同面临的家庭关于人口出生率下降、老龄化的一些新的趋势和性别平等的挑战方面。对于如何建设家庭友好型的工作场所，去开展一些研讨和沟通那么我们也是在去年去开展了相关的这个区域对话和研讨，并且呢，也希望企业在促进这个政策制度的完善的同时呢，也需要去培养一种更好的、更包容性的企业文化，因为光有制度本身是不太能够完全的落实我们性别平等的举措，我们还需要提升内部员工的这个意识、理念让大家形成一个理念的转变。所以在这个企业文化的部分呢，我们也开发了大家看到的右边这个叫做如何成为促进性别平等的男性盟友的课程。我们呼吁更多的企业领导者，尤其现在数据表明，大概80%的企业领导者和管理高层是男性，能够从行动上、倡导上以及政策制定上去支持性别平等的举措。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呢，也是到下一页，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在能力建设之外的对企业的这个好的行动去进行记录、分享，以及推动企业去开展行动、设立目标的一些倡导。首先，也是在这个研究的领域呢，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家庭友好工作场所的方面，也是在前几天我们刚刚新鲜出炉的一个报告，是关注在职父母，也是关注东亚地区我们如何更好的建设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并且促进企业
业包容性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指引和报告。另外的话呢，在这个中国企业促进性别平等的行动当中呢，我们也从 TGE 我们这个加速器的参与企业当中选取了很多好的实践案例。那么这些都是一些小而美的具体的项目，是能够被复制到其他的企业当中，大家都能够有一些参考实践的，关于他们怎么可能去克服一些资金上面的困难，或者说如何去获得领导层的高层的关注，如何有这个持续的投入等等方面，其实都有相关的一些案例，所以很欢迎大家去下载和关注我们的这几个报告。最后一点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倡议，叫做加速前进，这是一个目标设定的倡议。我们希望呢，企业在提升意识的同时，如果更有雄心的企业，也像刚刚舒赞诺这样的企业，可以给自己的性别平等的行动去设立目标。所以我们呢有这样一个平台，提供了2个可以追踪的目标。第一个是在各个层级当中都实现代表性的平等，第二个是在2030年实现同工同酬。那么企业呢是可以去我们的平台当中承诺这2个目标，并且我们会每年都需要这些企业去提供更新的信息、更新的进展来展示自己在这个目标当中实现的进度。那么我们也提供了这个网站和平台去展示这些企业追踪目标的一个情况和一些相应的匹配的资源和好的行动建议。那么以上呢，大概是我们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在性别平等方面开展的工作。交会给凯欣。非常感谢刘奔女士给我们去展示，无论是对前面2位讲者的一个回应、补充、延伸以及同意啊。那其次呢，也介绍了，其实在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层面，我们也在推进的非常多的工作。其实这只是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们只能仅限于列举3项大家可以共享和参考的一些公开的资源，供各个企业、我们的单位组织，还有一些可能国际组织、NGO 组织去参考和参与的部分。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聊天框里面看到我们已经把相关的一些链接还有联系方式也放出来了，所以我们说不定在下一次其他的平台上、其他的项目上也会跟大家再次相遇。那接下来最后一项补充的一个信息分享，也是回应到今年2025年的一个议程。我们刚刚讲到2025年非常重要，它是我们联合国的目标提出的那个20周年，也是气候变化国际条约巴黎协定通过的10周年。那在性别领域呢，也是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的30周年，我们简称叫北京+30。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节点上去了解女性跟气候变化的关联，以及说我们性别在气候变化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非常有特殊的意义。那也简单回顾一下，其实在UNFCCC 也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各个缔约方大会，就是它的每一年去召开，其实这个性别议题是逐渐被纳入，而且放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上的。虽然这是一个气候变化的公约，但是其实早在巴黎协定通过之前的前一期，就是2014年的 COP20 利马举行这个会上，其实已经通过叫做利马性别工作方案，这是我们在 UNFCCC 框架下第一次正式将性别议题纳入气候治理的长期行动的框架。然后呢，随后在无论是2016年、2017年在德国波恩举行的 COP23，我们又通过这个方案之下的性别行动计划。那随后在2024年最近期，也就是去年的这个工作当中，在巴库 COP29 呢，这个缔约方就已经完成了对加强版的利马工作方案和性别行动计划的最终审定。我们确认了非常多的一些工作事项，其中有一项就是将性别主流化，让我们不论是从政策、产业等等的角度、社区的层面去加强性别回应性的这种政策和产业的措施。那在今年2025年的6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公约它的一个附属机构在6月的时候也会在德国波恩去举行一个进一步的讨论，因为他们计划去启动新的性别行动方案的一个制定和计划，所以我们非常期待像今年的 COP30 在巴西的这个气候变化大会缔约方大会上，其实这个性别的议题可能会越来越受欢迎，也会越来越多的企业、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发挥更多的作用。我们也非常希望中国的这些所有的共同方都能够参与进来。那我们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呢，在无论是气候变化公约大会，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国际活动上，我们都有相关的一些参与的机会，也会及时通过有效的渠道去告诉大家哈。
那来到这里的话，其实已经接近了我们本次讲座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再次让我们特别感谢各位专家给各个观众带来的一些精彩的观点，你们的专业洞察，还有我们资源干货，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王瑶院长苏珊安诺的苏女士，以及 UNGC 刘温女士专家。那这样的思想的旅程，其实我们还会继续。如果您对本次的这个气候和性别专题讲座还有任何疑问，意犹未尽的话，那非常欢迎联系我们的 UNGC China 的公共邮箱。那如果您有意向再去参与我们其他的专业的议题，包括像刚刚企业代表苏女士她讲述到气候生物多样性，它其实就会发生在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所以说，如果大家还感兴趣的话，那我们下一次这个线上讲座，我们就会共同去探讨生物多样性，尤其是湿地对于我们气候变化应对的多重生态功效。所以呢，最后我再次强调一下，本次讲座是由我们 UNGC 中国办公室主办，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日常的一个活动机会和消息。祝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美好的一天，陪伴大家度过充实的4月份。本次讲座结束，谢谢大家，谢谢各位专家参与支持我们本次讲座。